小贝独自朝着大山走去，他走啊走啊，肚子又饿得咕咕叫了。小贝知道，这个地方不仅没有妈妈送来好吃的东西，也没有好心肠的大黑狗给他喂奶，没有热心的小兔子给他准备饭菜。他要是不想饿死，只能靠自己去弄吃的。他就一边走，一边用眼睛搜寻。不一会，他发现了一只蚂蚱。他跑上去抓，没想到那只蚂蚱一跳，竟飞起来了，把小贝吓一跳。蚂蚱飞了一段路，又落在一丛草上。小贝轻轻走进那一丛草，仔细看，看见那只蚂蚱落在一个草叶上。小贝又跑上去抓，蚂蚱又飞起来，落到更远的草丛里。小贝只好再追。就这样，蚂蚱飞，小贝追，不知弄了多少次，累得小贝直喘气也没抓住。这办法不行，小贝又想出新办法。他伏在一丛草里，瞪大了眼睛，等着蚂蚱自己飞过来。等了不久，真的有一只蚂蚱飞过来。那只蚂蚱落在草叶上，一点也不知道草丛里藏着一只小猫，放心大胆地啃起草叶来。小贝看准了，猛地一扑，把蚂蚱结结实实地按在小爪子底下。大概因为这是他自己捕到的蚂蚱，所以小贝觉得滋味简直好极了。小贝又用这办法捉住了2只很肥的蝈蝈，吃得饱饱的。吃饱了，有了力气，他就继续赶路。小贝越走越高，大树也越来越多。走到后来，大树一棵挨着一棵，交叉的树枝和稠密的树叶遮住了太阳，周围变得黑洞洞的了。可是走得越高，小贝心里越高兴。他想，他大概是快走到山顶了。他正这么想的时候，忽然发现脚下的路越来越低了。不管他朝哪边走，他都在走下坡，走来走去。他走到一个深谷里去了。还好，从深谷里看，前边又是高山，而且是更高的山。小贝鼓足力气，又往山上爬。他绕过一棵又一棵的大树，一直向高处走。饿了他就抓一些小甲虫吃，渴了他就喝小溪里的泉水。终于，小贝觉得他已经爬得特别高了，他就找了一棵极高的大树，一直爬到树顶。他想，他这回一定能看见他的家在什么地方了。可是小贝向四下张望时，只见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树枝树叶，根本就别想看到别的东西。有几天，小贝往高处走，又有几天，他只能往低处走。小贝现在完全迷路了，在大森林里绕来绕去，别说自己的家，就连小兔子的家也找不到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贝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有不少树的叶子变成黄色的了？那些黄叶子纷纷往下落。有时候他困极了，在树下打个盹，到醒来的时候，大片大片的叶子已经把它埋在底下。接着，寒冷的冬天来了，纷纷扬扬的雪花洒落下来。小贝为了防备猛兽的袭击，夜里还是睡在树上。寒风吹过光秃秃的枝桠，发出呼呼的声音。他觉得很冷，拼命把身体缩成一个团。他常常梦见他睡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，可是他一醒来，就把这些美丽的梦忘光了，因为他要忙着应付一切凶猛的野兽，还要忙着应付他讨厌的肚子。他的食量越来越大，冬天又找不到虫子吃，他就得想办法抓田鼠、掏蛇洞，甚至去捕捉灰鼠。那些家伙会像飞一样的在树上跳跃，他也必须学会从一个树枝蹦上另一个树枝。原先他爬上一棵小树都得费好大劲，现在一棵又高又大的树，他3蹿2跳就上去了。到天气暖和起来的时候，小贝已经长成一只矫健的大猫了。像别的鸟兽一样，它也成了大森林的主人。有一天，小贝正赶路的时候，忽然听见一声狼嚎。他嗖嗖地爬上一棵大树，伏在高枝上往下看，一只大狼正追赶着一个小兔子。那小兔子跑了没多远，就被大狼用2只大爪子牢牢地按住了。啊哈！那只大狼得意洋洋地怪叫一声，
这只兔子还挺肥，可以饱餐一顿啦。我要救它。小贝想，我冲下去，狼一定要来对付我。那时候我再上树，小兔子就可以逃掉了。狼正狠狠地朝着小兔子的喉咙咬下去的时候，小贝突然像箭一样扑下去，恰好落到狼的脊背上。想不到，狼给砸了一个大跟头，吓得要命。他哇呀一声叫，撇下小兔子一溜烟跑了。小兔子也一瘸一拐地朝另一方向逃去。小贝站在那看着小兔子的背影，忽然心里一动，不由得喊声：小兔子！那只小兔子停住，扭过头来，害怕地看着小贝。谢谢你救了我。小兔子说完这句又奔跑起来。小贝喊：你认不出我了？我是小贝啊！小兔子愣住了，它往回跳了几步，仔细打量着小贝。你救过我，你还留我在你家吃过特别好的饭。小贝高兴地说。你是小贝吗？那只小兔子也高兴起来。没错，你是小贝，我就说你是小贝吗？可是你怎么变得这么大了？好大哟！那时候你比我还小得多，才一丁点大。是吗？小贝看看自己，他觉得自己还是那样子，只是小兔子变小了。没错，你长大了，我真高兴。你找到妈妈了吗？小贝就给他讲了上山以后的事，又问他说：你跑出这么远来干嘛？小兔子说：不远哪，我来采蘑菇的。走，到我家里去说吧，几步就到。几步就到？你搬家了？没有啊，就是你去过的家。小贝弄到最后才明白，他吃了那么多苦，费了那么多时间，原来又绕回1年以前他出发的地方来了。他在小兔子家说说笑笑，过了一夜，第2天又上山了。他决心找到妈妈，没想到这一回，他在森林里刚走了3天就出了事。小贝走着走着，忽然觉得脚下的地塌了，他掉进了动物学家设置的陷阱里。动物学家要研究这一片森林里几种特别的动物，他们抓到小贝都觉得奇怪，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像猫的稀有动物。他们把抓住的一些动物装在笼子里，把笼子弄到公路上，在那装上了大卡车。小贝也和别的动物一起被运进一个城市。